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？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昭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！人神魂内合，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日久后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接下，快接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司马昭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
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岩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
你醒了。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治灵药。怎么回事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萧真的喜欢我。金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仙侣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千缕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。神魂与肉身，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。
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公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？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啊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浦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浦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府。灵府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若是伤了灵府，
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四时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慢点儿，师祖！徒儿莫要害怕，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，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，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。整个庚辰仙府，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世历代负责侍奉、守护司马一族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四时之宫青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
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办习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道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竟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！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师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啊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着道号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，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这便是3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3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3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
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用的。慈葬道君的慈，不是慈祥的慈吧？500年过去了，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十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，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啊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
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
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那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艳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，
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哦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廖廷燕。廖廷燕已顺利进山。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回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，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